因我在综艺上没忍住舔了一口影帝受伤的手指，就被全网骂上热搜。可我是吸血鬼啊！此后，影帝看我的目光愈发深沉，甚至还将我堵在洗漱间，将他故意割破的食指凑到我的唇边。细心帮我舔舔，可以吗？因为我过于反人类的作息，出道后被网友扒了出来，黑粉就各种给我造谣，说我咖耍大牌矫情，这导致我几乎全网招黑。我本以为我的娱乐圈生活也就这么乌漆麻黑的过了下去，却没想到当下最火的直播综艺《一起生活吧》邀请了我上节目。正在犹豫之时，经纪人却无所谓道：“这档综艺是为了捧许晶晶的，拉你过去就是为了做个陪衬，只需要你在节目里当个透明人就行了。许晶晶是我的对家校花，我俩向来不对付。自从我们在同一档选秀节目出道后，就纷争不断。若是我跟许晶晶上了同一档节目，粉丝指不定的把我骂成筛子。我还在思索。”经纪人又道：“因为综艺上可能会对你进行拉踩，为了补偿，这次的通告费不低。”经纪人用手比了一个500万。我眼前一亮，当即双手举起：“我去，筛子就筛子吧，即使再脆皮的吸血鬼，恢复能力也嘎嘎强，我扛得住。”一起生活吧，一共8位嘉宾。当我抵达录制现场时，打眼一望，就看见许晶晶穿了一条白色连衣裙，正在跟已经到的嘉宾们搭话。看到我进门，许晶晶冷哼一声，抬起下颌：“宋细心，你怎么才来？大家都在等你一个人呢。”许晶晶一见面就开始对我挑刺，但我从不惯着她。我低头看了一眼时间，挑眉道：“节目组要求的时间是3点，我2点50到，有什么问题吗？”许晶晶瞪眼：“你不知道大家都在等你吗？”观众看到了我们之间的争吵，纷纷留言骂我。宋细心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耍大牌，分明咖位不高，架子倒不小。晶晶分明也是好心提醒，她张嘴就刺了回去，真是没良心。我正欲开口，却没想到玻璃门又被推开，走进了一道高挑劲瘦的身影。他黑眸落在我身上片刻，旋即挪开，朝着大家歉意道：“抱歉，我来得最迟。”弹幕瞬间炸开了锅。靠！这节目搞事情，没告诉我们影帝人之周要来呀！姐妹们，有福了！这可是影帝第一次参加综艺。导演解释道：“因为之前的有位嘉宾临时有事，才请来了人之周做替补。”此话一出，就连方才气鼓鼓瞪着我的许晶晶也瞬间从凳子上跳了起来，她满脸通红，似是不可思议：“任老师我可喜欢你的戏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弹幕上对许晶晶一片夸：“晶晶也太可爱了，见到偶像一下子就脸红了。”哈哈哈！承包晶晶美颜，任之周淡然地朝着众人颔首，全当打过招呼，又偏过头看着我道：“细心，你比我到得早吗？一起坐下吧。上个剧组，我跟任之周搭过几场戏，因此有过几次碰面，但却没想到他居然还记得住我这个小配角的名字，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讪讪地跟着任之周坐下了。刚坐下没多久，导演就宣布让我们按照来到的先后顺序组队，开始今天晚餐的准备工作。因为我跟任之周是最后抵达，理所应当的被分到了一个组。我注意到许晶晶羡慕的眼睛都红了，她咬牙了片刻，转头就过来笑盈盈的牵我的胳膊：“细心姐姐，我可以跟你换一个组吗？”“无事宋细心，有事好姐姐。”弹幕上都是一片萌到了，晶晶都这么撒娇了，谁顶得住啊？宋细心，我命令你快点跟晶晶换，因为跟任之周的交集不多，我其实并没有强烈的非要跟他组队的想法。但既然许晶晶都这样说了，弹幕又是一片趾高气扬的指示。我盯着许晶晶片刻，灿然一笑：“不可以哦，我们吸血鬼一族讲究的就是一个宁拙不屈。”许晶晶沉默了片刻，眸光中闪过30%的震惊，30%的委屈，30%怨怼，10%的不可置信。等我和观众读完了他眼里的扇形图后，他才不情不愿地垂下了脑袋，沮丧极了。弹幕上一下子心疼起来，不就是换个组吗？宋细心至于这么小气吗？无语，宋细心见不得别人好是吧？烦人。倒是一旁的任之周突然抬起了眸子，对许晶晶道：“这是导演的安排的分组，应该也不能私自调换组别吧？”许晶晶像是被安慰到了，她红了红脸颊，小声对任之周道：“我知道了，其实就是想争取一下，谢谢任老师。”观众看到这一幕，弹幕上立刻飘过一串红色爱心，这是任老师刻意为晶晶解围吧？磕到了。分完组后，各组都领到了自己的任务。我跟任之周要在厨房中进行切菜、洗菜等准备工作，而许晶晶跟另外一位男 rapper 分到了一起，负责在门外摘菜。任之周生的人高马大，一起站在厨房里，我顿感局促。之前一起搭戏时，因为角色问题，我们交集不多，也没说过几句话，现在却突然一起进了综艺。许晶晶找我换组时，我只想着逗她，因此拒绝了她的请求。但回过神来，跟任之周并肩站在一块，我才觉得尴尬，只能没话找话的干笑一声。任老师怎么会突然进了综艺？任之周如今的咖位似乎跟替补和综艺完全不沾边。
他洗菜的动作顿了片刻，不动声色地垂眸看了我一眼。因为节目里有个感兴趣的人，对方是谁？任之周没有直接挑明，我也不便多问，只能假装了然地点了点头。倒是弹幕里一片哗然。什么？我得知了什么不得了的消息？细数节目里的嘉宾，跟任老师有交集的数来数去，好像就只剩下我们晶晶妹妹了吧？晶晶可是任老师同公司的师妹啊！卧槽，磕到了，果然没站错 CP。姐妹们更觉得宋希欣跟碍事了怎么办？任之周停顿了片刻，似乎是客套的回问我：“你呢？怎么会来参加这个综艺？”我讪笑一声，还能因为什么？钱，这次的通告费给的很足，况且我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呢。任之周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没再接话。这个话题似乎就此打住。过了一会儿，任之周关掉了水龙头，擦干净手之后，对我开口道：“希欣，我来切菜，你继续洗菜吧。”他转过身去，一边拿我摆在竹篓里洗好的蔬菜，一边取下案板。切菜声刚响起没几下，我就听见任之周有些无奈的嗓音：“希欣，能帮我挽起一下袖口吗？”我刚才忘记了，现在手上有点不方便。我应了一声，擦干手上的水渍，就站在任之周的身边，低着头帮他把袖口折起来。这是我离任之周最近的一次。敏锐的吸血鬼体质让我能清楚地闻到他身上的独特味道。长时间没有进食血液的我，骤然闻到这样香甜的味道，我情不自禁咽了一下口水。刚准备换另一边，厨房门突然被打开，许晶晶红着脸伸了个脑袋进来：“任老师，需要帮忙吗？”我正在出神，骤然被吓了一跳，不小心碰到任之周的小臂。他正放下厨刀，被我这一推，他的食指险险擦过刀锋。下一刻，嫣红的血珠顺着伤口就涌了出来，瞬间香甜的血液味道顿时涌进我的鼻尖。与此同时，许晶晶的惊呼声响起：“啊，不好意思，我去拿绷带。我是一个成功融入人类社会的吸血鬼，轻易不会被血液诱惑，除非真的忍不住。”任之周的血液似乎有一股独特的香甜，像是罂粟般诱惑着本吸血鬼摇摆不定的幼小心灵。这味道比任何我尝过的血液都要浓郁香甜，更何况我还离他这么近。唾手可得的香甜让我情不自禁地抬起了任之周的手，望神地低头在伤口处舔了一口，真香。待到许晶晶拿着绷带回来，看见这一幕，尖叫声穿透入耳，我才骤然回过神来。许晶晶不可置信地瞪着我：“宋希欣，你……”他好像被气得不轻，一时间都说不出话。你怎么可以舔任老师的伤口？弹幕上也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幕给看愣了，真无语。宋希欣当他是谁呀？宋希欣，放开任老师，让我来。不是，宋希欣他神经啊，哪个好人家会去舔别人受伤的伤口啊？如果别人用口水舔了我的伤口，我会觉得很恶心的。恶心加一，面对这一幕，我背后的冷汗瞬间流了下来。对呀，谁家洗心革面的好吸血鬼会莫名其妙舔别人伤口啊？我发誓，我真的从良了。面对着正在气头上的许晶晶，我又诺诺地看了一眼任之周，只能讪笑一声。我就是想给任老师消毒，听说口水消毒伤口好得快。虽然我知道人类的唾液虽并不能用于伤口消毒，但吸血鬼的唾液确实有促进伤口愈合。果不其然，弹幕上已经对我开骂，已经科普过了好吗？受伤并不能用唾液消毒，反而可能加剧细菌感染。靠，宋希欣装什么绿茶呀？真的好无语啊，觉得好恶心。许晶晶赶紧对任之周道：“任老师，快用水洗洗手，我这里有绷带，我给你贴上。”任之周这才像是回过神来，拧开水龙头，用清水冲了一下。但面对许晶晶殷切递上的创可贴，任之周拒绝了：“没事，只是小擦伤，不严重。”他抬起手笑了笑，而且我觉得好像伤口已经愈合了，看来细心的消毒真的有用。任之周将手指凑近到摄像头面前，给他们展示，只有一道浅浅的伤痕，因为我舔舐任之周伤口的乌龙。一夜之间，我就被网友骂上热搜，井号宋希欣绿茶婊，井号宋希欣恶心行为，井号宋希欣任之周，这些热搜挂在榜单上，高居不下。我半夜刷着微博，还有些垂头丧气。怎么回事呢？宋希欣这么没有自制力的吗？怎么能因为任之周的血液闻起来很香甜，就控不住自己呢？还有没有吸血鬼的品格了？但是我猛然想起尝到任之周血液的瞬间，那种流过四肢百骸的触电般的满足感，又情不自禁咂了咂嘴。人家只是一个刚成年的小吸血鬼，自制力差点也很正常吧。要是能有机会再多喝2口就好了。第二天一早，我才睡着没多久，就被门外噼里哐啷的敲门声给吵醒。等我恹恹地收拾完出门时，嘉宾已经都在楼下坐着了。许晶晶似乎起得很早，妆容十分精致。她眨巴着那双 bling bling 的大眼睛，张嘴就指责我：“宋希欣，怎么回事？你怎么又是最后一个？”弹幕对我气不过，纷纷开骂。就是所有嘉宾都起床了，就宋希欣还在床上呼呼大睡，真矫情！怎么回事啊？昨天就等他，今天又等他，
他宋细心是什么不得了的大腕吗？能让影帝和晶晶他们都等他一个人？能不能学学我们家晶晶，第一个就起床了，还为所有人都贴心的准备了早餐，率先开口解围的是任之周。他朝我招了招手，示意我在他身旁坐下。是不是没睡好？看你黑眼圈很重。我打个哈欠，连回对许晶晶都有气无力的。可不是吗？吸血鬼昼伏夜出，我昨晚上好不容易熬睡着，而且这个床我睡着不舒服，已经开始怀念家里我那铺的温暖舒适的粉色棺材板了。今天的任务是在固定街头靠自己赚取200元的报酬。我本来只想做个小透明板，却没想到抽签时居然又跟任之周抽到了同一组。许晶晶脸都绿了。我自知我是来节目里给许晶晶当背景板的，昨天捉弄她只觉得好玩，看着她委屈巴巴的模样，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试探道：要不然我跟你换换？许晶晶眼眶一红，以为是我对她的嘲讽，她跺了跺脚，愤然跑掉，不需要你的施舍。到了任务地点，我朝外望了一眼，实在是不想下车。任之周递给我一把遮阳伞和一件长袖防晒服，似乎听你说过对紫外线过敏，出门是不是要遮一遮？因为吸血鬼的体质，我经常昼伏夜出，又因为讨厌阳光，所以白天出门时总是遮得严严实实，这导致偶尔被媒体拍到，经常能看见我裹得密不透风的模样。即使这样，粉丝还是把我认了出来，但随着次数的增加，观众都觉得我有些过于矫情，因此总是被黑粉骂我矫情大小姐，说我是故意说自己紫外线过敏，是无病呻吟。谁懂啊？家人们，我是吸血鬼，接触到阳光我真的会死的。紫外线过敏是假的，难受是真的。要不是这个逼工作，谁乐意晒太阳啊？听说许晶晶和歌手组选择了在街口表演，影后和男 rapper 组决定去食品店打工，胡咖、爱豆和18线女星选择去售卖气球。看着灿烂的阳光，我情不自禁裹紧了身上的防晒衫，心里默念：我是阴沟里的老鼠，阴暗爬行的蛆虫，热爱脏乱的蟑螂，我见不得一点光。沉默片刻，我问任之周道：你相信我吗？任之周有些疑惑，一双漂亮的眼眸望了过来。片刻后，他弯了弯眼眸。几分钟后，我将他带到了地下停车库的汽车维修处。我目光真挚地转头看着任之周，修车，想试试吗？弹幕傻眼了。啊，宋细心不是在开玩笑吧？修车？谁好人家综艺里打工是来地下车库修车的呀？莫名其妙觉得宋细心活灵活现地表演了什么叫做阴沟里见不得光的老鼠。笑死！宋细心信誓旦旦的让人老是相信他，结果就这修车，他怕不是连底盘的构造都不知道。坐等打脸！就我莫名其妙觉得宋细心真的很作吗？昨天故意舔任老师受伤的手指，今天又别树一帜的带任老师来修车店打工。不会吧，不会吧，他不会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与众不同的小可爱吧？但我抹了一把汗，径直就朝着修车行的经理走去。交谈了一番后，我再三保证修坏了会赔偿。经理又看了看围着我们的摄像头，狐疑的给了我工具，答应让我试试。我对着任之周道：给我递工具就行了，拜托了。弹幕冷笑，演得这么真，我看等一下给别人车主把车弄坏了，他宋细心要怎么善后也有不确定的。看宋细心这毫不慌张的样子，难道他真的会？谁家女明星会修车呀？靠，要是宋细心会修车，我立马粉他，不为别的，就为娱乐圈一股清流。为了考验我，经理特意分给了我一辆刚被人送来检修的汽车。我熟练地连接上诊断仪，连接 OBD 读取了汽车自检爆出的故障信息后，心里有了个底。我顺着挡板滑进了车底，很快就把磨损的刹车片换下，又拿了一张新的刹车片换上去。等我再滑出来时，这辆车的故障已经完全被解决了。观众看着我一系列行云流水的操作，纷纷看傻了眼。啊，不是，姐，你来真的啊？这么熟练，你在汽修厂打过工？人家草人社都是娱乐圈的白莲花，你草人社成了娱乐圈的汽修工，牛逼！说到做到，宋细心，我粉了，我也粉了。故意在节目里找存在感，对宋细心真无语，因为我修车的高效率，很快就挣到了200块。我们准备离开时，经理还一再挽留，宋小姐，你有空的时候，我们汽修行欢迎你随时来练手。任之周跟我回到保姆车内，还有些诧异。他摸了摸鼻尖，细心，今天真是借了你的光，真是抱歉，我什么事情都没帮上忙。我舒了口气，随意的挥了挥手，没事，昨天害你不小心受伤，我才应该道歉，才被车里安静了半晌。我一愣，回头就看见任之周眸光定定地看着我。我一愣，怎么了？任之周长睫颤动片刻，他垂下了眼眸，摇了摇头，感觉越了解你，就觉得你越有趣。许晶晶和歌手组是第一组完成任务的嘉宾，因为街头人流量大，并且歌手和许晶晶的名气也不低，他们很快就攒够了任务要求的200块钱，并且还有富裕。等我们抵达下一个任务点时，导演却神秘一笑，让我们上交方才挣得到200块钱，作为进入下一个场景的门票。我刚准备掏兜把钱交给工作人员，下一刻我的笑容僵在了嘴角。
我们挣来的200块不翼而飞了，我弄丢了。导演注意到了这一幕，笑嘻嘻地提醒我们需要进入任务场景搜寻任务物品哦，没有完成的组会受到惩罚。我自己受惩罚倒是无所谓，连累人之周就太不好意思了。此刻弹幕已经开始对我一片冷嘲热讽，不是，宋细心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大傻逼啊？钱放兜里这么一会儿都会丢吗？看出来了，就是在影帝面前演小迷糊呢。绿茶婊，昨天害影帝划破手也就算了吗？今天搞丢钱，他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有弱弱为我辩解的。你们刚才有注意到直播吗？这个钱好像真不是宋细心故意弄丢的，似乎是节目组搞事。而且这个钱本来也是靠着宋细心挣来的呀！立刻有人反驳，什么品种的狗啊，这么为宋细心洗？等着看回放吧，绝对是宋细心自己搞丢的。坐等加一，我搓了一把脸，深吸一口气，然后满脸堆笑地看向了许晶晶和歌手组。晶晶妹妹，我注意到你们似乎有多余的200，能不能借给我们呀？我保证我在里面会保护你的。为了讨好许晶晶，我一句话说的一波三折，都快把我自己给恶心吐了。弹幕冷笑，他宋细心保护晶晶，他不到添乱就不错了。歌手没说话，知道我们俩不对付，有些犹豫，先看了一眼许晶晶。倒是许晶晶先是得意地哼了一声，刚准备开口拒绝我们，旋即就看到跟我一样可怜巴巴望着众人的任之周。他意识到拒绝了我，任之周也会一起任务失败。许晶晶唇角拒绝的话语硬生生咽了下去，一边不爽地跺脚，一边帮我们交门票。宋细心，你真是讨厌！我笑嘻嘻地揽住许晶晶的肩膀，好妹妹，我会保护你的。任之周也盯着我，认真地点头，附和道：我也会保护你的。弹幕上，任老师，你倒是看着晶晶在说这句话呀？怎么回事？一直有种磕错 CP 的错觉。不会吧？任之周，你真被宋细心绿茶的小把戏给勾引住了？你快告诉我你是演的！也有弹幕冷笑，任老师怎么会看上宋细心这个绿茶婊？肯定是错觉。无语，真看不下去什么都在磕的人。等完全进入场馆之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导演一直藏藏掖掖了，因为他把我们送进了大型真人密室逃脱中。一进场馆，四周的灯光便骤然变暗，昏黄的灯光中伴随着一片阴森森的背景音乐，导演的嗓音似乎有些幸灾乐祸。现在每个组别都需要在场馆中寻找任务物品，但任务物品数量有限，游戏结束后有一个组会任务失败接受惩罚。现在请开始你们的游戏。下一刻，灯光啪的全部消失，只留了一片漆黑。正在众人骤然被吓了一跳，纷纷缩成一团时，我那双在黑暗中能正常视物的眼睛却注意到有一个涂着恐怖夸张鬼脸的男 NPC 鬼鬼祟祟地蹲在了许晶晶的身边，还装成同伴抓住了她的胳膊。我突然开口，许晶晶，你在哪儿？我害怕，说着我便一把拽住了男 NPC 的手，挤开许晶晶，假装抓错了人。许晶晶语气有些不耐烦，真是的，不是说保护我吗？现在吓成这个样子，你别动，我来牵你。窸窸窣窣动了一会儿后，突然亮起一盏昏暗的灯光，开始了游戏的剧情提示。这一下，所有人都看清了那个混进队伍中的男 NPC， 一时间所有人都吓得尖叫起来。我慢慢松开他的手，镇定地朝他打了招呼，嗨。或许觉得没吓到我， NPC 面上无光，当下举起了手中的道具斧头，阴恻恻地笑了起来。许晶晶惊慌失措下，还不忘一把将我拉走，快跑啊！被 NPC 一路追杀，我们的队伍顿时就散了。我被许晶晶一路拉着狂奔，好不容易甩脱了 NPC， 许晶晶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后怕地回头看了一眼，又转过头对我嗔怒道：你怎么回事？吓傻了吗？刚才居然一动不动。人类看不清黑暗，但我是吸血鬼呀。况且 NPC 扮演的鬼跟我这只正儿八经的吸血鬼比起来，指不定谁更邪门呢。我没开口，安静地听着许晶晶一路数落，然后在许晶晶解密开锁的时候，看到了黑暗里的线索，状似不经意地给予她一点提示。弹幕上有些震惊，不是说晶晶跟宋细心关系一向不好吗？这种最危急的时刻一把拉走是什么邪教？而且好像我注意到本来 NPC 拉的是晶晶，是宋细心挤过去才换成了拉他。宋细心不会知道剧本吧？看他们解密的样子，莫名其妙觉得他们这组好容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别的组到现在还没开第一道门？宋细心黑幕加一，也有人笑疯了。谁懂啊？我看到任老师和歌手刚准备回头找队友的时候，看见两个女孩子尖叫着手牵手抛下队友撒丫子跑路了，他们傻眼的表情，哈哈哈！刚又解开一道门，还没来得及查看房间里的提示，我跟许晶晶就听见咔嗒一声，似乎有一道门被人打开。许晶晶有些疑惑，是杜宁吗？杜宁就是许晶晶的队友歌手。还没来得及听见回应，我转过头去，就看到了一个同样画着特效妆血淋淋的 NPC。我迟疑片刻，对许晶晶道：或许你猜错了。一边说话，我一边不动声色地挡在他面前，以免他看到最可怕的景象。
灯光闪烁了片刻，许晶晶也看到了对面的面容。啊！当下那个 NPC 怪笑着举着道具追了上来，许晶晶拉着我的手又开始一路狂奔，中途推开一扇门，便立刻钻了进去。钻进去后，才发现室内是如此的狭窄，堪堪只能挤下我们2个人，而且室内很黑，许晶晶什么也看不清。许晶晶吓得眼泪都快飞出来了，妈呀，好可怕！呜呜，还没蹲多久，我们就听见头顶一声响动 ，NPC 披头散发的趴着门望了进来。我倒也不必如此敬业，担心许晶晶这个状态会吓得魂飞魄散，我不动声色地挡住了她上台的目光。许晶晶问：“怎么了？”我看了一眼藏在许晶晶身后的恐怖道具，只能一脚踢开，干咳了一声，好像门快撑不住了。果然，话音刚落，门外撞门的 NPC 动静更大。许晶晶已经开始恐惧的浑身发抖，她惊慌失措地睁着眼睛在黑暗中四处探索。怎么办？怎么办？我目光顺着在黑暗中扫了一圈，发现藏在机关里的任务物品。怪不得门外 NPC 这么努力撞门，原来这里藏着任务物品。现在时间紧急，眼看门已经脆弱的吱呀一声响，我也懒得再找密码解密，当下一拳就把木盒砸开，取出里面的东西丢到了许晶晶的怀里。这个时候，设计的灯光才后知后觉地闪烁起来，照亮了头顶的 NPC 和这个狭小的充满恐怖物品的空间。许晶晶先是看到装着任务物品的木盒，才后知后觉道：“啊，我们居然这就找到任务物品了！”我随意应了一声：“这个木盒都到我了。”我砸碎之后发现里面有东西。导演组对我们这暴力破解的速度似乎有些沉默。下一刻，耳麦里响起导演咬牙切齿的声音，全力追捕宋细心和许晶晶。格杀勿论，下一秒门被 NPC 撞开，他冷笑着朝我们伸出手。我一把挡住 NPC， 回头对许晶晶道：“你快去交任务，我在后面给你拦着。”许晶晶回头看了我一眼：“你呢？你不交任务物品吗？”我相信我们组任之周能拿到任务物品，不用管我。若是之前，许晶晶听到这话指定得跺脚，但现在时间紧急，她也只能咬了咬牙，转头向外跑去。弹幕已经看傻眼了。啊，这别的组还没摸进来，他们都已经拿到任务物品了。线索就在门外面摆着，要是他们等 NPC 下完他们离开后找线索，其实就能解开。但没想到宋细心一拳砸碎。怎么说呢？宋细心已经让我对出现什么也不意外了，也难怪导演组这么羞恼，哈哈哈哈！靠，家人没发现吗？密室全程细心一直护着许晶晶，最开始谁造谣说他俩关系不好的？出来挨打，我逃跑时带着密室里的 NPC 一路逃窜。为了不那么快被 NPC 抓到，我一路上飞檐走壁，有些机关都懒得解，直接扒着墙壁就登了上去。弹幕沉默片刻，这不像是演的，再看看。啊，黑幕能做到这么地步吗？黑暗里在密室里一路躲避 NPC， 就算有剧本我也不能这么搞啊！谁家黑幕能让嘉宾也能在黑暗里看得一清二楚啊？要不是直播的红外摄像头，我看节目也是一片黑不隆咚。只能说宋细心真牛逼，直到听见许晶晶逃出密室，成功交取任务物品的声音，我才松了一口气。当下从墙上翻了下来，对着一串 NPC 投降的举起了双手，我认输。NPC 们累得大喘气，看着我的目光跟看魔鬼一样。被 NPC 揪着送出密室的时候，距离游戏结束还很早。从导演室的摄像头里，我才发现别的组还摸摸索索地往里面走，最多也才解了2-3个谜。我想到我跟许晶晶一路畅通无阻，直接砸碎任务物品的场景，不禁有些心虚。谁知道你们这机关破解这么简单？许晶晶坐在门外等我，看到我时，她愣了一下，旋即羞恼地跺脚道：“谁让你一个人帮我引开 NPC 的？我不需要。”我耸了耸肩，坦诚道：“那我下次不帮你了哈，我自己跑，不带你。”许晶晶立刻更大声地吼回来：“不行！”跟许晶晶拌了几句嘴之后，陆陆续续也有别人的组拿到任务物品出来了，甚至还有的组是爬着出来的。例如那个漂亮的胡咖爱豆和男 rapper。等所有人都到齐后，导演笑嘻嘻地道：“提示一下，有2组没有获得任务道具，要接受惩罚哦。”所有人都愣了一下。2组？不是说只有1组没有找到任务道具会接受惩罚吗？导演看起来像是有些幸灾乐祸。首先，所有人一共取得了3个任务物品，应该是3组成功的，但是许晶晶和杜宁组重复交2个任务物品。所以说，宋细心和人之周组也因为没有获得任务物品而失败。所有人，许晶晶看向了杜宁：“啊，你也交了？”杜宁困惑的挠头。任老师说细心姐应该能拿到任务物品，所以就让我把任务物品给交上去了。细心姐把任务物品也给你了。弹幕此刻笑得喘不上气，笑死我了。宋细心和任老师由于对对方的过于信任，导致互相坑了对方。从某方面来讲，他们组的脑回路也算是很般配了。作为惩罚，我们失败的4个人要背着自己的队友做10个俯卧撑。吸血鬼虽然是个脆皮，但相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十分强悍了。
我率先开口帮影后扛了下来，我背着白老师，帮他把他的10个也一起做了吧。任之周和男 rapper 对视了一眼，又互相别开视线，纷纷嫌弃对方道：“我要背自己队友。”弹幕一片哈哈哈。怎么回事？任老师和 rapper 哥嫌弃对方的场景好真实。今天的节目看下来，莫名其妙觉得宋细心好有男友力，哈哈哈，爱了。家人们，谁懂啊？宋细心是攻略文女主吧？一下子就攻略了许晶晶和白影后，背着影后做完20个俯卧撑后，作为吸血鬼里的废柴，我也有些喘气。任之周已经趴在了地上，他朝我示意坐上来吧。我有些惴惴，小心翼翼地坐在了任之周的背上，有些怀疑人类脆弱的身躯能不能承受我的重量，不会压到你吧？任之周有些失笑，你都背着白老师做了20个俯卧撑了，你还担心我承不起你？坐上来吧，我经常运动，背一个你还是绰绰有余。之前抱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太轻了，还是应该多吃些东西。任之周说的之前是我们在上一个剧组里，有一场戏是任之周饰演的男主抱着我去找医生。长时间混进人类族群，作息饮食被改正成跟人类相似。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过温热的血液了，最多也就炫一盆毛血旺。瘦一点是应该的。我讪笑一声，任老师你还记得呀？但坐在任之周背上时，感受到身下躯体的温热，我突然想起了昨天任之周受伤时，我舌尖卷过的那一滴鲜美的血液，情不自禁咽了下口水。完蛋，突然又想喝任之周的血了，怎么办？从一个坚决抵抗诱惑到蠢蠢欲动，准备不小心再偷偷割破对方的手的吸血鬼转变，只需要1晚上。我缠了任之周好几天，但奈何这几天的任务都没有分到跟任之周一组，反而跟许晶晶拌了2天的嘴。弹幕上从对我的一片谩骂转变成了磕到了，局势大好，说好的对我的打压呢？就前2天，这钱拿得我都心慌。也因为在密室的直播被观众放到了网上，一下子关于我的热搜陡然增多，全都是哈哈哈加牛逼的。我也从黑粉遍地一下子涨粉1000万，观众们纷纷自发为我洗白。你们懂什么？之前的宋细心那叫矫情吗？那叫深藏不露。哪家女爱豆不但能修车，还能徒手攀岩砸碎机关，我也喊她牛逼。能扛着影后做20个俯卧撑的人，能叫坏人吗？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逮住了机会。今天任务不算重，大家吃完饭都坐在客厅里闲聊。我瞅了任之周半晌，哈喇子就差从嘴巴里流出来了。我舔着脸皮道：“任老师，我想吃苹果，能不能帮我削一个啊？”此时还剩下一小部分对我看不顺眼的观众，无语，想吃不能自己削吗？非使唤任老师干嘛？显得自己单纯吗？许晶晶立刻警觉道：“我给你削。”在我差点以为计划失败的时候，任之周抬起手，浅笑了一声：“没事，我来就行。”任之周削苹果的时候，我就眼巴巴地坐在他身边，准备瞅准时机推他一下。但没想到，我还没来得及做小动作，任之周就轻声撕了一下，鲜血从指尖涌出，他好像真的被水果刀给不小心划伤了。任之周将手指递到我面前，他一双黑眸定定地望着我：“细心，帮我舔舔，可以吗？”弹幕炸了。靠，心机男，这是故意的吧？谁说宋细心是单相思啊？这分明是双向奔赴吧？望着任之周那双漂亮的黑色眼睛，我情不自禁咽了咽口水，注视着任之周，试探地将唇印上任之周的手指。血液入口的瞬间，我头皮爽的一炸。渴求了许久的琼浆玉露，此刻终于得偿所愿。我简直有些控制不住自己，想大口吸吮吞咽。任之周温和地凝视着我，没有动作。半晌，我才后知后觉地把任之周的指尖从口腔中推出，瞬间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我，红晕从耳根修到了脖颈。我低着头就要去拉任之周的手：“任老师，去洗一下手。”站在洗漱台前，看着任之周有条不紊的洗手，那双修长漂亮的手在水流下冲过，我一时有些发愣。任之周擦干净手，似是有些惋惜：“苹果还没削完，等一下重新给你削。”我红着耳根摇头，拉住了任之周：“不用了，任老师，我不吃苹果了，已经够了，尝到了血液的味道，已经够了。”下一刻，任之周抬手关上门，他望着我，笑得神色自如：“已经够了吗？”洗漱间没有摄像头，此时门被任之周关上，这个狭窄的空间就像是无人知晓的孤岛，只剩下我与任之周。他伸手拉下了颈侧的衣领，弯腰凑到了我的面前：“细心，其实你只是尝了尝味道，没有喝够吧？”任之周那截漂亮修长的脖颈直戳戳地印在了我的目光上，带着香甜的独属于任之周的味道。我慌乱地退后了2步，咽了咽口水：“任老师，你这是在做什么？”任之周注视着我，他弯起那双眼眸，翘了翘唇角。他那双白皙细长的手点在自己的颈侧，嗓音柔和：“这里，你很想试试吧？”任之周拉起我的手，放在他所点过的位置，咬开这里，你就能得到你所渴求的东西，不是吗？鬼使神差的，我顺着任之周的描述，情不自禁地按了按他的肌肤。我解剖学学习的还不错，我知道从喉结处往耳侧几厘米，就能摸到那根带着蓬勃生机的运输着琼浆玉液的颈动脉。咬破它，享用它。
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了这句嘶吼。在我的嘴唇贴上任之舟的颈侧，尖牙在他的皮肤上摩挲之际，我感受到了任之舟的颤动。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倒退几步，捂着脸道：“不行，我已经戒断血液了。”还有，我从指缝处露出眼睛，看着任之舟。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吸血鬼的？任之舟看起来像是有些惋惜，他脸上泛着激动的红晕，浅浅叹了一口气。你之前救我的时候，我看到了，所以我一直在找你。任之舟所说，是我们上场戏杀青结束后，任之舟喝醉了酒，险些被车撞上。危急时刻，我瞬移过去，一把拉住任之舟，把他送回了家。在路上，看着熟睡的任之舟，我忍不住安慰自己救了他，尝一口指尖血没事的。被我咬过的地方伤口恢复得很快，他明天醒来什么也不会知道。所以我忍不住咬破了任之舟的指尖，尝到了混合着酒精的血液，一小口足够我甘之如饴。啊，原来是那次就被他看到了吗？怪不得任之舟在节目上的表现一直很奇怪。我心虚地低下了头，抱歉。那晚之后，我开始避着任之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一个知晓我吸血鬼身份的人类。综艺结束的那天晚上，大家都很放松，喝了很多酒。许晶晶拉着我的手，又气又委屈。宋细心，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那么讨厌你？我顺着她的话，为什么？许晶晶哼了一声，她将额头贴在我的肩膀，嘟嘟囔道：你长得漂亮，能力又出众，可即使是这样，你跟我一起出道的时候获得了那么多观众的喜爱，也不觉得你高兴，感觉对什么事都是漠不关心的。我就觉得好不甘心，自己拼命争取的荣光和期待，在你的眼里看起来却那么的不值一提。我反驳他，我爱钱，我知道的。他出道以来说是跟我作对，其实也就只在我面前不甘心地跳脚几句，实际上从没做过什么对我的坏事，所以我也总喜欢逗弄他。许晶晶戳了一下我的脸颊，钱？你说你爱钱，可你一年到头戏拍了不少，片酬也算不少，可看你每天穿的还是几十块钱的廉价衣服，你的钱都去哪儿了？许晶晶逮着我发泄了一通后，便沉沉睡去。我揉了揉她的发顶，觉得她脸颊红扑扑的可爱，给她搁上一条毛毯。我站起了身，自言自语道：钱当然都去养我那大家子人了。就在这时，任之舟突然握住了我的手腕，他喝的也不少，双眼泛着迷雾般的空茫，脸颊微红。他盯着我说：细心，下次上节目我们在一起组队吧，像是哀求，又像是小心翼翼的询问。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好。得到了我的这句承诺，任之舟才像是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他笑了起来，说好了，下次见。弹幕上此刻疯了，我就说我看这个节目一定能吃到瓜。我磕的 CP 是真的，任老师跟宋细心是真的。难道就我很好奇，宋细心挣的钱都去哪儿了？他好像真没有什么特别大牌的衣服和饰品，都是很普通的淘宝货。综艺结束的后2周，我休息了一段时间。休息的这2周，我回到了孤儿院。院长妈妈见到我有些意外。细心，工作忙完了。我点了点头，帮助院长把晾晒的被褥放进房中。教室里的小朋友们一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跑了出来，高高兴兴地簇拥着我。细心姐姐回来了。我一个一个地摸摸头，温声应道：我回来跟你们一起学习2周，好不好呀？我从小在孤儿院中长大，我的亲生父母不知道是谁，我大概2、3岁时就被丢在了孤儿院门口。生活在人类世界中20余年，我没有发现过一个同胞。我想，或许是已经死了。为了保护我，才将我留在了人类世界。因为我跟别的小朋友都不一样，院长妈妈起初是为了照顾我，愁了很久。但随着我逐渐长大，对血液的渴望也愈发旺盛。我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我清晰地知道，我不是人类。在偷摸翻阅了各种资料后，我发现了自己或许是一只吸血鬼。当初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些崩溃，哭着在院长妈妈怀里抹泪。我感觉我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我是个怪胎。院长妈妈只知道我体质特殊，她摸着我的头发，温和地安慰我：我们细心就是细心，本来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细心，怎么能跟别人一样呢？所有人都是不一样的，你只是你自己而已。毕业后，我进了一家汽修厂工作，又阴差阳错的进了娱乐圈。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有些恍然，原来我的一切的不正常，除了孤儿院的家人外，在别的地方也会有粉丝喜欢吗？他们也会喜欢我这样的一个似人非人的怪东西吗？我喜欢单纯热情的粉丝，喜欢他们。所以这么多年，即使有黑粉无数，但我想着只要有那些真心实意喜欢我的人就够了。我会在他们看得到的地方积极的发光发热。许晶晶是我还在做着一个籍籍无名的练习生时第一个关注我的人。同一间练习生宿舍，他偷偷用小号给我发消息说：细心姐姐，你真漂亮，我好喜欢你，你在舞台上要加油呀。院长妈妈突然笑嘻嘻地找我：细心，外面有帅哥找你，我正在教小朋友们叠被子。听闻这话，我愣了一下。出去时就看见任之舟穿着一身黑色的长风衣站在门外，身姿挺拔如松。
他笑得温和，朝我招了招手。细心，好久不见。我忍不住蜷缩了一下指尖，还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唯一知道我吸血鬼身份的人类，讪讪地走了过去。任老师，你怎么来了？任之舟耸了耸肩，他说想见你，所以就找过来了。顿了片刻，他那双黑沉沉的眸子心虚地挪开了视线，坦白道，因为想更多地了解你，所以我找人调查了一下你，你会介意吗？任之舟像是有些底气不足般，我知道这种行为很糟糕，但我真的很想见你，你别生气。我盯了他片刻，看得他耳根情不自禁地红了起来。我歪头看着任之舟，你为什么想见我呀？奇怪，我老是偷偷摸摸喝他的血，有时还蓄意让他受伤流血，明知道我是异类，为什么不讨厌我呀？任之舟骚红了脸，他干咳了一声，不确定地飞快瞟了我2眼，才小声道，看不出来吗？难道没有很明显？他说，我喜欢你啊，就算知道是吸血鬼也喜欢。任之舟急急忙忙地掀开衣领，露出脖颈上的肌肤和漂亮的血管。我有经常锻炼的，我的饮食也很健康，所以我的血液很健康。你馋的时候可以喝我的血，在众人面前成熟稳重的3斤影帝。此刻却像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懵懵懂懂的在我面前掀开他的要害。我扑哧一下子笑了起来，真是奇怪，此刻觉得任之舟有趣的程度完全超过了对他血液的渴望。他试探地将指尖递到我的面前，似是怕我嫌弃，我刚才洗过手了，你想尝尝吗？谁懂啊？漂亮的食物主动请求我享用。我情不自禁地低头含住了他的指尖，坚持咬破了肌肤，舔了片刻。等回过神来，我的耳根通红。家人们，我怎么是一个这么没有自制力的吸血鬼啊？给家族丢脸了。等抬起头，我发现任之舟的耳根也泛着红。我干咳一声，我们吸血鬼很有底线的，轻易不喝别人的血，除非忍不出。但没想到任之舟听到我这句话，眼前一亮，笑着低头问我，所以我是例外吗？我马马虎虎地糊弄道，差不多吧。小朋友已经下课了，一窝蜂地涌了出来，围着我们叽叽喳喳。哇，西心姐姐，这个大哥哥是谁呀？怎么看起来那么像电视里的好多人？我有些失笑，任之舟确实在影视作品中出演过很多角色，小朋友们几乎都有见过在电视上的任之舟。我推了一把任之舟，好了，先进去吃饭吧，毕竟今天是中秋。任之舟结结巴巴道，啊，可以吗？可是我的脸有些红，止住了他的话头，之后再说吧。任老师，今天总不可能让你白跑一趟吧？饭都吃不上一口。任之舟愣愣地跟着我进门，走过长廊时，他拉住了我。细心，这是中秋的礼物。他的手中落着一串金色的吊坠，是一株封在琥珀里的黄金细心。他望着我的眼睛，目光真诚而温和。我想说的是，不管如何，你今后不再是离群所居的一个人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替你分担所有困扰。祝你今后岁岁年年，欢荣良久。